家有没有发现，神特别喜欢7这个数字？7灵、7灯台、7大节期、7日创造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整本圣经里竟然还藏着神的7本册子，而在天国里有一个特别神秘的图书馆，就收藏着这7本决定我们命运的册子。它记录了我们所说的、所做的，甚至你心里所想的，这些都被记录和决定了我们是得奖赏还是受亏损，是住在圣城里还是圣城外。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一本一本的来揭秘圣经里提到的纪念册、记录册、2本案卷、真确书，还有最重要的生命册和羔羊生命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九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带你了解更多灵界奥秘。第一本册子叫纪念册，马拉基书3章16节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，记录那敬畏耶和华和思念他名的人。马拉基书说，神会侧耳而听那些敬畏他、谈论他的人。有一天我在祷告时，神突然打开了我的灵眼，我看到窗口有2个天使正在记录教会里发生的事情，甚至某某人说了什么闲话都记录了下来。那一刻我真的是吓出了冷汗。原来我们平时随口所说的那些论断闲言碎语天使都会记录下来。那这本册子呢，就是证据，而且还要带回到天上去。所以纪念册第一个内容就是记录敬畏耶和华之名的人，尊神的名为大的人所谈论的事情。第二个内容呢，就是马太福音当中所记载的，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的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。所以纪念册到时候可就是呈堂证供了。他在提醒我们，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在永恒里都是有记录的。那么我们的行为呢？我们经历的事，甚至偷偷流的眼泪，也有档案吗？当然有。这就是第2本册子，记录册，也可以叫做户籍册。如果说纪念册是言论档案，那记录册就像我们的户籍册，它记录的是事实和轨迹。诗篇87篇6节，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，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哪里。这本册子详细记载了你的出生、父母、籍贯、职业、婚姻，甚至每一次搬家，每一次人生的经历。一个记言论，一个记事实，这2个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你。而且这本人事档案远不是冰冷的数据，它记录了神给每一个人的托付和使命。最令我感动的是诗篇里的一处经文，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述，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？咱们在这儿稍微停一下，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？在你觉得最孤单、最没人理解的时候，宇宙的创造者竟然为你建了档。你的每一次漂流，每一滴眼泪，它都像珍宝一样给你收藏起来。这不只是记录，这是最极致的在乎。感觉不管我们多渺小，经历了痛苦多不为人知，在神那里，这一切都有一个专属的记录。所以这个记录册，第一个呢，它是登记万族之民的册子；第二个就是它记载地上的万民万族在哪里出生，在地上的托付是什么，他们每个人的使命是什么。大家注意了，现在我们要聊聊非常重要的第3和第4本册子了。这2本册子的名字一样，都叫案卷册，但是你可千万别搞混了。
因为它们分别对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审判台。第一个审判台就是通常我们理解的末日审判，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审判官是亘古常在者，也就是天父。那是一个非常威严的场景。但以理书描述说，他坐着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，记录了一个人一生的所作所为，是针对所有未信主之人的终极审判。它的结果只有一个，根据记录决定谁要被扔进火湖，也就是所谓的第二次的死。这是一个关于永恒去向的审判，是非常严肃的。而另一本案卷是给谁的呢？对了，是给咱们基督徒准备的，发生在基督台前。这里你可能会奇怪，我们不是已经因信得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被审判呢？基督台前的审判跟末日的审判完全是两码事儿。它不是决定你能不能上天堂，因为你的救恩已经是确定的了。它更像是一场颁奖典礼，它审视的是我们得救之后是怎样生活的，是怎样服侍的。哥林多后书5章9到11节也讲了同样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什么，我们立了志向，要得主的喜悦，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。所以它不是决定你去哪里，而是决定你得到什么。有的小伙伴会问了，这听起来会不会有点功利呢？好像我们做了好事，我们信神，我们去服侍神，就是为了赚积分得奖励一样。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交账呢？圣经里提到草木禾秸和金银宝石的比喻，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关键不是在于你做了多少好事，在多少个岗位上去服侍，而是在于你做事的动机和本质。你是为了自己的荣耀，还是为了神的国度？是出于爱，还是出于责任或恐惧？在基督台前，火会检验这一切。那些出于私欲，像草木禾秸一样的工程会被烧掉。虽然人仅仅得救，却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两手空空。而那些金银宝石般的工程，则会存留下来，成为我们的奖赏和冠冕。所以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不是赚积分，而是生命的真实成色在主面前的一次最终呈现。它决定了我们在天国里能得到什么样的奖赏和责任，比如能不能在接下来的千禧年里和基督一起做王。那么这一切的依据是什么呢？那有没有一本像宇宙宪法一样的书作为最终评判的标准？这就是第5本册子的本质，真确书。在但以理书里提到过这本书，但以理书10章21节，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，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，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。它不像前面几本是记录了个人行为的，它更像是一本宏大的宇宙历史蓝图，或者说神圣计划书。它记录了过去、现在和将来所有神已经命定的真理和宇宙发展的轨迹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最后2本最关键的册子，生命册和羔羊生命册。你可能会问，这不都是生命册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这区别可大了。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理解。你可以把生命册想象成天国的公民名册，名字记在上面，你就拥有了天国国籍，身份合法，保证你不会在最终的审判时被丢到火湖里。它是我们得救的凭据。而羔羊生命册则是皇宫婚宴的贵宾邀请函。你想想，拥有一个国家的国籍，不代表你一定能参加国王儿子的婚宴，对吧？那需要你活出一个配得这份邀请的生命，成为与王室关系亲密的人。一个是公民身份，一个是王室贵宾，差别就在这儿。所以有国籍，名字在生命册上是基础，保证你不会被赶出这个国家。
但能不能进到王宫赴宴，就是名字在羔羊生命册上，就要看你是不是活出了得胜者的生命。启示录里说得非常清楚，凡不洁净的总不能进那城，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能进去。这里的那城指的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，也就是婚宴的举办地。这本册子直接和得胜者基督的心腹这些最荣耀的身份相关联，这是巨大的差异。城里和城外的区别，那可真是天壤之别。城里新耶路撒冷是神亲自同在的地方，荣耀、光明、喜乐是婚宴的中心。而城外呢，虽然那些人也是得救了，免于火湖，但却是哀哭切齿的黑暗之处。他们远离神同在的光辉，邻里之间是饥渴和痛苦的。这里描绘的那个画面其实是非常悲哀的。城外的人呢，只能卑微的等候从城里神宝座流出来的生命河水，才能得到一点点的滋养。你想想，这和城里与神面对面享受丰盛生命的景象完全是两种永恒。这里有一个大家常有的困惑，启示录里说得胜的名字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，那既然得胜者是进圣城的，为什么不强调羔羊生命册，而是生命册呢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，一个王室贵宾，他的首要身份必须是这个国家的公民，是吧？如果他的公民身份被取消了，贵宾邀请函自然也就作废了。所以经文强调名字不从生命册，也就是公民名册上被涂抹，是在保证他们得救的根基和身份。在这个身份之上，他们因着得胜的生命，名字同时被记录在了羔羊生命册那张贵宾邀请函上。所以重点是要得胜，要得胜，这跟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大的。这直接关系到我们在永恒里是成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，是与基督一同作王，还是在城外哀哭切齿。我们的目标绝不应该只是满足于拿到一张公民身份证，而是要努力成为那位被邀请参加婚宴的贵宾，进入圣城耶路撒冷，穿上那件荣耀的礼服，成为基督的心腹。分享完了这7本册子，我感觉咱们像是提前预览了一遍关乎永恒的蓝图。其实神把这些奥秘向我们揭开，从来不是为了让我们恐惧的，而是想邀请你共赴一场关于永恒的盛宴。因为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入的，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所说的每一句话，所怀的每一个心思和意念，都具有永恒的价值。他们正在被记录，也正在被评估。我们的人生不能只满足于拿一张进门的门票，我们要朝着得胜者的荣光而去奔跑，成为基督荣耀的心腹。如果在这一刻你的内心也被点燃，请点赞、订阅、留言。在通往圣城的路上，我们不是孤身奋斗，在这个幕后的水流里，我们并肩同行，彼此照亮。我是小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